Man, I always had stories about the city life and the crazy nights. Figure I should probably give it a try. Maybe check it out, see what it's all about. But the traffic was fast and the money was slow. The people I met you never get to know. I kinda miss this place I used to live back home. 'Cause up here it's breakneck paycheck. 魁北克古意盎然交织成的诗篇般的景色，是全球最佳的赏枫城市哦。魁北克的历史悠久，也是英法文化融合的世界遗产。我们沿着圣罗伦斯河往东行，就是全世界上盖有名的枫林大道，枫叶之国加拿大。每年呢，一到深秋满山遍野的枫叶就呈现红色或橘黄色。虽然加拿大全境都是以原始的枫树林，但风景最美的，还是位于加拿大东部的那一条枫叶大道喽。那枫叶大道呢，穿越了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从尼亚加拉的西端开始，沿着圣罗伦斯的河呢，一直延伸到魁北克的东端由40号、117号和407号的公路串联起来尼亚加拉、多伦多、渥太华、蒙特楼、魁北克等加国名城，你知道全长800公里。圣安内峡谷距离魁北克是40公里，有枫叶大峡谷的美名以峡谷、瀑布、枫红闻名海洋退却后形成的峡谷地形，又因为冰河融化形成大大小小的瀑布与激流穿插在这个峡谷之间阳光照射下，经常出现彩虹，葱葱冒树点缀其间。秋天搞的时阵更增添了峡谷的缤纷，而瀑布之间相互这样辉映哇，峡谷啦、瀑布啦、枫红啦、美景交织出华丽的这种视觉响宴。峡谷中有几座高低不同横跨山谷跟山谷间的这个索桥，你站在桥顶，努力自己，让自己不发抖挑战胆量。港时阵也满足我们探险的好奇心有大的朋友还可以体验空中滑索360度没有死角，一整个腐烂山谷的峡谷。秋天满山满谷的枫红，再加上奔腾的瀑布此景何处寻Yeah, I ain't here to try to change your mind. I'm trying to save your time. In case you're thinking about breaking out the bucket list, girl, you can skip this funny business.
圣安妮峡谷满山溪谷的枫红景观啊，红色、绿色、黄色、橘色的缤纷色彩，搭上壮观的瀑布、吊桥的景色，走在峡谷间，当真的就是一种享受。现在不能出国没关系，给你满满的枫叶，台湾人游世界。Everybody knows my name. All my friends are still the same. I guess the slow life hit me just right, like a bonfire on a cool night. Yeah, you can keep your 9 to 5, 'cause I'm happy with the simple life. I think I'll go back where I came from, where everybody knew my name, and all my friends are still the same. I guess the slow life hit me just right, like a bonfire on a cold night. Hell, you can keep your 9 to 5, 'cause I'm happy with the simple life. Oh Lord, you can keep your 9 to 5. 论及对枫树的喜爱啊，加拿大人那讲第二啊，无人敢讲第一名。加拿大的境内多枫树，素有枫叶之国的美誉啊。加拿大人民对于枫叶的热爱，远比你想象中的更热烈。国旗是枫叶，国树是枫树，国花也是，还出金币啊！加拿大人爱枫叶爱到出金币啊，由加拿大皇家铸币厂来做的啊。自1979年起发行的足金金币啊，除发行的年份啊不赶快，以往即加拿大的国徽枫叶为图案。加拿大的枫叶金币呢，至今仍然是最受欢迎的实金投资产品之一哦。因为呢，它的纯度呢达到了99.99%。还有什么枫糖浆，被誉为加拿大的一体黄金啊，营养价值已经大大超过了蜂蜜。曾有人说过，送枫糖浆有2大理由。加拿大的国宝，第2个是什么？外包装漂亮。那如果看到安内尼亚哈，那这个就错了哦。枫糖浆啊，不仅仅是礼品啊，而且是营养价值丰富的超级食物哦。它天然蕴含着各类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以及它对身体有益的物质，营养价值远远超过我们认识的蜂蜜。超级食物，比如蓝莓或者是鲑鱼藜麦，都是北美非常喜欢的美食。一般来说啊，超级食物里是不会出现甜食的，但枫糖浆是一个特例啊。枫糖浆的提取啊不太容易哦，它每40加仑的原浆才能够
熬制出一家人的枫糖浆。虽然这个枫糖浆的用法与这个蜂蜜或糖等甜味剂类似但是它的营养价值远远超过其他的甜味剂，比如含钙量是蜂蜜的10倍，热量呢比蜂蜜低20%，所以呢也可以小不秀，而且营养价值大。很多人认为它应该被看作是鱼油，进入这个保健品。那北美的营养学家呢就呼吁，枫糖浆营养价值雄广，使用的时候呢，还是要尽量节约。那枫糖浆呢，由54种的纯天然成分来组成，这一些成分大多能起对抗疾病甚至抗癌的作用。世界上80%的枫糖浆就来自魁北克省。那在其他的这个食物中几乎不曾出现的营养，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抗癌。这个成分呢，并不存在于枫树本身，而是呢在熬制枫糖浆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的反应特殊而形成的。所以科学家的研究证明，枫糖浆对人体的直接作用是加速血液循环在某一些情况下，它甚至可以代替部分的药物来治疗。那枫糖浆内部的化学结构合理使得我们这个消化系统吸收的效率要明显高于蜂蜜。另外呢，枫糖浆含天然的抗氧化剂，比如加拿大著名的食物品牌手工松饼就是用枫糖浆代替了这个蜂蜜和白砂糖，使得它的食物呢保质期大大延长。那市面上的枫糖浆种类杂多，在加拿大一般以美杯的给回，但枫糖浆也有分等级因此在购买枫糖浆时呢，要切记1分钱1分货。这个简单的方式是怎样？在阳光下看，真正上等的枫糖浆是金黄色且透明不粘稠的。如果你遇到粘稠的枫糖浆，一定是给。这个简单的鉴别的方法就是呢，有力的橄榄，如果浆呢出现很多的泡沫，久久都没有消失，那个就是次级品哦。所以看枫叶也知道这些枫叶可以做成这么多的商品。蒙特伦西瀑布呢，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西边，是蒙特伦西河注入圣罗伦斯河时，那所形成的瀑布，它的声势呢非常之浩大，因为它的落差有83米，是尼亚加拉瀑布的1.5倍。大量的水呢，从这个峭立的悬崖倾泻，直落圣罗伦斯河。发出了这个震耳欲聋的声响，气势相当的雄伟瀑布的前面的湖面呢，前方在冬季也会结冰如果冰层呢不够厚的话呢，就可以在上面呢骑上这个雪上摩托车啦、行走啦，或者是攀登这个冰瀑啦。在瀑布的旁边呢，沿着山壁建有阶梯，还有许多近距离的观景小径。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西边，蒙特伦西瀑布发现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国气息哇，加拿大的这个省呢，拢是法国人，总想要闹独立国家呢一直在挽留这就要从魁北克的历史说起喽。魁北克是加拿大面积最大的一个省，那人口呢占到全国人口的1/4。最关键的是，这里的人口超过80%都是讲法语，是法国移民的后裔。跟着加拿大其他的9个省讲英文，奉行英国的传统文化完全不同。
早在17世纪的初期，法国就在魁北克这个地方建立起了皮毛贸易站。到了18世纪，随着大量的法国移民的到来，这里已经成为了保持法国本土风俗习惯、信奉天主、讲法语的一块新法兰西啊。就像美国的早期移民称自己新英格兰人一样，这里的人呢称自己为新法兰西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啊，很可能在今天的加拿大东部出现一个讲法语的新国家。但是呢，随着占据今天美国东部地区的英国殖民者的扩张，英国的势力也在当时开始入侵了魁北克。在那之后的7年战争当中呢，法国呢被英国击败，那魁北克也沦为了英国北美殖民地的一个部分哦。不过，虽然魁北克属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一部分，但这里从语言、宗教、文化都跟着北美殖民地的英国移民格格不入。如果是当时的落后文化也就算了，关键是这里是高傲的法国人后裔。大概知道吧，法国人从来不服英国人这里也一样尽管英国殖民者采取了各种手段安抚、同化这里的法国后裔但始终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英法族裔之间的隔阂跟矛盾。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魁北克的法国裔居民内心深处一直没有停息过自己分离的念头。那到了近代呢，随着2次的世界大战的爆发，作为大后方的魁北克在经济上呢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跟机遇那本来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魁北克迅速呢就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这时候昔日占主导地位天主教势力和传统保守的农民阶层面对越来越被城市社会边缘化的窘境，他们心中的独立思想就再一次的抬头喽。加拿大近半世纪以来最主要的政治议题即为魁北克问题。加拿大联邦面对魁北克的分离运动，都希望透过了谈判，有条件的尊重魁北克人对于文化自主的追求以维持联邦的完整性。以法语为基础的魁北克希望透过主权的独立，让文化能被尊重，并保存这个制度，确保特殊的文化Man, I always had stories about the city life and the crazy nights. Figure I should probably give it a try. Maybe check it out.